必被附身，他的目标也是行尸，你被利用了。你今天怎么话这么少？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。曼曼，我的阿弟叫什么名字？看吧，阿渊，你的阿弟叫做阿渊。100年前人妖大战的开端，正是渊泥之变，而这渊，则取自清源大妖无知其弟弟的名字，他叫做阿渊。竟然还想挑拨离间！曼曼，你我合力，速封击沉！你竟然不知道速封击沉，你果真不是曼曼。陆毅，不知道在幻境死会是怎样。外面的我也会死吗？若你是风筝，飘落天地间，我愿乘海浪，只想带着你。用什么话岁月很晚间，也留不住。火焰未眠，风吹过留灯一盏，你我却相守无言。若你是雪山，人们都说路人大人不喜不悲，心如泪黛。现实不然，你这个表情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还是在意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有一句话想说。你说。天下很大，你安身何方？陆毅，一座一艘小船，我愿坐着桅杆。你是一我对地主的爱，就像这璀璨的永生花，永不凋谢。我真的留恋你倾诉的眉间，就别说再见，在落日之前。想要质问大人一句实话，你究竟是不是姬离？若你化作谜，
知人知面之间，我要陪你在人间。我真的思念你没水滴的身，所以别说再见，在我的视线。别说再见，在之前。所以，是我看错人了。当年教族被灭，并非石灵宗和赤丸。你不觉得可疑吗？能随意附身操控他人的妖怪，古往今来屈指可数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起谁？今日就是教族灭族之日。别急，沙尘中有迷药。没想到这里竟还有个双化法师。双化法师果然厉害。精灵，快过来！
让开！阿姐，好像压制不住体内的妖力，他要失控了。那不是妖力。寒冰诅咒呢？为何他如此肆无忌惮地使用妖力，却不被追逐？他使用的是龙神之力，自然不会引来寒冰诅咒。龙神之力，小薇怎么会有龙神之力？厉统领，纪灵。小薇已经妖力失控，怎么办？只有龙神才能对付他。可是龙神待在噬灵宗里，怎么可能来为辅赵小薇？那就带小薇去找龙神，拖住他。我带玉小姐去龙神庙。龙神大人，他被小薇重伤后，已经不行了。处理掉吧。是。
让开！姐姐，你不要命了？这是龙神之力设下的结界，你会死的。把它还给我！给你。这个小子，不讲武德啊你！实在聪明。结界被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小维身上有龙神之力，自然能够毁掉结界。大人，您留在此处，我去对付小维。护士官，别怕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姐姐，他在使用龙神之力。小维，玉小姐伤势过重，已无力回天。强行使用龙神之力逆转生死，有违天道，你也会灰飞烟灭的。我偏要！我偏不要！姐姐，大胆妖孽，竟敢擅闯龙神庙！严灵，戒备。寒冰刺骨，至暗将逝。我怎么看不见了？谢谢。锁住心神，不要被小维控制。小维的阳术果然厉害。丽姐竟然不受控制，看来丽姐的肉身
身修炼，非同小可。怪不得他不靠法力，仅凭一把长刀就可以跟我们打得有来有回。这个人不简单。不能让他杀小薇。小妹，走。果然，3只狐狸抱团了。东极紫殿，乾坤界灵。石壁涂鸦上不是说，你我之间还有一段孽缘。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成亲，那星石就是我的嫁妆，囊中之物。是满满和地珠成亲。我们就是满满和地珠，命定之人，到哪都是一对。你的命定之人，不是纪灵吗？你在梦里念叨过他无数次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夜里偷偷来看我啦？他们说只要相爱过，分开也能记得曾经彼岸花10000000朵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刻，你看着我笑得苦涩，却什么都没说。这里好多影子在脑海命定之人汹涌闪烁，看月升等日落，守着唯一，谁和谁背对背蹉跎，等着大雪把群山变成小村落。你一定等着我，我捧着花去找你了。我不是纪灵，你这些勾人的手段对我没用。纪灵也这么说。皮可以随便画，但心却做不了假。
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假的，别入戏太深。可是要取得星石，你就真的得娶我。口水都要掉出来了吧？来嘛，尝尝，很香的。再说一次，本座吃素。装什么装？不吃算了。弟弟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这套蛊惑人心的妖术，对我没用。能否拿到星石，成败就在今日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还在胡闹什么？他怎么样了？台上，头被撞到了，应该没大事儿。这里是青元妖族的地盘。是啊，我们刚击溃了驻扎在这里的人族援军。我们击溃人族，我们不是人，我们是青元大妖。我从小呢，就在这玉棉湖边长大，这里有很多好吃的覆盆子啊。我一会儿摘给你啊。你是困了吗？还是不想听我说这些啊？不是，我讨厌血，不想看到自己手上有血。这个世界啊，乱糟糟的，好多东西呢，我也不想看。死亡啊，离别啊，受伤的动物，被山火烧掉的树林，等等等等，我都不忍心看。后来呢，我学会了一个厉害的法术。什么法术？把手圈起来，只看自己喜欢的。
为什么哭？我没有。那眼睛怎么红了？被一股刺鼻的香味熏了眼睛。你一直编造谎言，说我身上有怪异的香气，究竟是何目的？编造？你自己闻不到吗？我平日只吃素食，每日沐浴更衣，除你之外，从未有人说过我身上有什么怪异的味道。可能他们被你熏得久了，鼻子已经坏了。在本座面前，不要放肆。你打算关我多久？没有用。下一次月圆之夜，玉界石之力就会将我召回无相月。你以为这可笑的噬灵宗困得住我吗？你可以试试。剑灵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你不是说我就是他吗？我想见那个脸上总是挂着笑、温暖善良的剑灵。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？只留下背影，让人拥抱，看不见，听不到，只闻年少青春的苍老，反复灼烧。你留下最后的一句话，自在是我的伤。世人拜你，信你，殊不知你慈悲尽失，神格无存，还好意思给自己立个雕像，在这里受法师们供奉，磕头跪拜，真不要脸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来这做什么？我听闻，诗文大人这些年避世独居，行为怪异，一直待在地下灵洞，吸食凡人的精气，为自己疗伤。所以我来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有无辜百姓被关在这里，当作药材。世间流言蜚语，真真假假，
你看得过来吗？身患重疾者，总爱沐浴焚香，身佩鲜花，以掩盖身上的腐烂垂死之气。龙神大人，你身上香味浓郁，是想遮掩什么吗？龙神大人素结高天之气，什么浓郁香味？放肆！你不想一直困在石林宗，对吧？你愿意放我回无香月？可以，但你先陪我去一个地方。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。这些看着像是石头，但其实都是树。树？父亲和我说过，这里曾经是一个很大的上古巨树，后来天降雷电把这里劈碎了，枝干四分五裂。树干却四处疯长乱窜，变成了如今这样。我知道这棵树，它有名字，叫弃土鱼。弃土鱼。女娲娘娘曾说，弃土鱼是上古神树，枝繁叶茂，庇护生灵。没想到如今，只剩下这些残破衰败的树根。在我小的时候，经常偷偷跑来这里玩。师父也曾跟我提起过这里的壁画。一个名叫敖登的远古部落，到了这树根附近生活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族人纷纷得了重病，死了很多的人。于是，人们便开始向上天祈祷。可是没想到，上天果然掉下一颗星星，星陨成焰，引发天火。大火退去之后，人们便在地坑之中寻得一枚天星，把它称作为星矢。更神奇的是，敖登族自古以来的瘟疫，竟然全部不药而愈。于是敖登族人便将星矢奉为圣物。你看这石头上画的，就是人们都高兴着，围着篝火跳舞庆祝。这个跳舞的少女，倒让我有点想起小妹来了。鲁一直以来也爱跳舞。那是敖登部落族长的女儿，名字叫地珠。大地上的明珠，这族长一定非常宠爱女儿，才会起这么大的名字。
是啊，宠爱到甚至决定用星石作为嫁妆，伴她出嫁。世间多薄凉，难得有心人，化皮化骨难化心，可惜了。你在同情小维吗？很少有法师会同情妖哎。日光之下，众生皆苦。看到令人叹息之事，我都会同情。妖能魅惑人心，却难懂人心。人们总说妖邪残暴冷血，但不知其中也有执念情深者。玉生为只是玉生为，他早就不是王生了。他不认识小薇，也从未救过小薇。小薇的一片痴心，不过只是镜花水月，耗尽千年的妖力又如何呢？救得回人，却救不回心。他被自己的执念困住，错把恩情当成了爱情。很少有妖怪能懂得爱。你说那么多，看起来好像很懂爱的样子。那是自然。那世上有人爱你，心甘情愿为你去死吗？有吗？快逃啊，孩子！一定要活下去！没想到，真的有人愿意为爱去死。都说血和泪是烫的，没想到有一天可以看见眼泪结成冰。妖的眼泪都是假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人而已。我真搞不懂，那么多妖化骨化皮，非要做人。姐姐，你在为小薇感到难过吗？只是想起了很多过去。我们九尾一族自出生起，便跟随胡王大人修行。他如母亲般教导我们，带我们一起为女娲娘娘寻觅五彩石。胡王故去后，女娲娘娘以月相之力，赐予胡王后人的我们无限重生的能力。从此，我们变成了无相月，守护女娲娘娘留下的玉戒石。我本以为拥有了长生，我们姐妹就不用再受分离之苦。可小薇还是离开了。100年后再次重逢，却是如此情景。小薇真傻，叛逃无相月，忍受断尾之痛，隐姓埋名，就为了守这一个人。连最简单的事情也不能使用法术，以至于遍体鳞伤。那些栗子糕都是他亲手做的，像普通人一样，一刀一刀地切开栗子，一下一下地捣成泥，做成糕点，就像剖开自己的心，就为了对方开心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。这世间情爱，不要也罢。是啊，世间情爱确实是很复杂的东西。
姐姐不用担心，我永远不会背叛姐姐，背叛吴香月。姐姐也一定不会吧？我呢，不懂爱，也不懂恨。我好像没有爱过什么人，似乎也没有恨过什么人。我这个人吧，大概就是木头。啊，年轻姑娘对不开窍、不懂风情的心上人，都叫他们木鱼脑袋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是块木头。你可不是，我看那陆无一姑娘比较像。陆姑娘，陆姑娘聪明着呢。那她就是在装傻。你都那么喜欢她了，连木头都看出来。哪有这么明显？哇，大哥，吴姑娘说，他们要带小薇回吴香月。那不行啊，小薇还欠。哦，小薇，我们是要带回士林宗的。你打得过陆无一和吴王爷吗？你和我，和他们势均力敌吧。只不过，我不想对陆姑娘动手。你梦里的势均力敌吧。我帮你把小薇带回士林宗。哎，你为何要帮忙？本来我抓小薇，就是为了完成悬赏。不是说了，只要抓到挖心案的凶手，就能破格进入士林宗吗？哎，你想要进入士林宗啊？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啊！原来季公子在士林宗的地位这么高呢。他的话，你听一半，扔一半，剩下的边边角角里，能抠出一两句真话来就不错了。但你如果真的能把小薇带回来，你进士林宗应该没问题的。东西先还给我。什么呀？就在你身上，我都闻到了。哦，你说这个乾坤袋里的小妖怪啊，那就不麻烦你了。我们呢，顺道带回士林宗处置。如果查明没有在人间作恶，那就当个宠物养起来。哎呦，怎么在袋子里还咬人啊？这是狗。哦。哎，你一个法师身边带着一只小妖，你没事吧？胡说八道！这位小兄弟，别一口一个妖怪的叫，真难听。我啊，和他是家人，是兄弟，是小弟。你是黄鼠狼的小弟啊？太惨了，怪不得想加入士林宗。哎，别说了，给他留点脸面。他是我的小弟，我找个眼线，找个帮凶。哎，帮手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也对，毕竟呢，这黄鼠狼都是成群结队四处打洞、走街串巷，最会打探坊间传闻，的确适合做眼线。哎，丽姐，我们回士林宗找找看有没有抓回来的黄鼠狼，策反一只，感觉很好用。我听到了啊，我两只耳朵都听到了。哎，你的耳朵好小啊！哎，丽姐，你看，他的更小哎。哎，小鼠啊，你们黄鼠狼都一窝一窝的，有名字吗？你简直太势利了！什么小鼠？在人间啊，我们可是被称为黄大仙儿，而且我们取名字可讲究，父辈会用我们偷回来的第一件东西给我们命名。我呢，人生倒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把戒尺，然后呢，我们是右。戒右？戒右是什么呀？胡扯！谁会叫这么上不了台面的名字啊？我姓右，单名一个尺字。
铿锵吧？嘿嘿，铿锵，特别铿锵。哎，陆姑娘，站住！想进去啊？啊，不可以哦。小薇是我们无相月的人，你们士林宗不能带回去。阿季，你人这么好，别逼我动手打你哦。打过了呀。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就凭你，说晚了吧2个士林宗的3脚猫法师，额头一朵花都没有，还想从我们姐妹手里讨人？还是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尊贵的身份啊？粗鲁，看我的。陆姑娘，我们也算是旧相识，有一点小缘分，你就帮我个小忙，让我跟小维单独聊聊，可以吗？想聊啊？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你想要什么？你说。你一直背着你那个丑娃娃，送给我，怎么样？不行不行，这娃娃哪里丑了？陆姑娘，其他的都可以给你，这个娃娃不行，你换一个吧。这么重要？嗯，因为是重要的人送的。啊，有重要的人啦，那就别想见小薇。哎，陆姑娘。好了，小妹，你别逗季公子了。季公子，我们也算合作的关系，一起抓到了小维，就让你见见吧。哎，不过要记得欠我们一个大人情哦。没问题。你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你真的打算帮吉林和那个大块头，把小维带回士林宗？要不然呢？难道把你带去士林宗吗？哼，你又领不了悬赏。唉，漂亮姐姐要生气喽。哪个漂亮姐姐？雾里看花，隔着乾坤带都觉得好看的雾姐姐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雾啊。我看你满脑子都是水了吧？有吗？别忘了我们的目的。妖。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。姐姐看着脸色不好，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洛安城内求姻缘符的人不在少数，这么多中了狐媚咒的人，随时有被反噬的危险。姐姐是在烦恼怎么解决，对吧？果然还是妹妹最懂我。确实奇怪，小维发放姻缘符已经10余年，那些中了狐媚咒的人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一个个撕毁符咒，被反噬挖心了呢？背后一定有人在捣鬼。
多谢季公子了。啊，不用谢，还有一个伤患呢。嗯，玉小姐脖子上的伤口看着挺深的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会留疤的。可是，季公子刚刚说的，你的法力止于1成了，你还能替我疗伤吗？还有别的办法？那士林宗特制金疮药更好用。那你不要啊？想劳烦季公子好人做到底，帮我上一上药吧。我不太懂，怕弄错了。哦。好啊。好了，多谢季公子。不客气。玉薇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？季公子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前厅看看吧，他们可能在审问吴法师。哦，好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武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武时光法师，请留步。韦家主不愿意雇你，那我可以吗？罗管家，我姐夫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跟一个来历不明的民间法师合谋出这等荒唐事，你真要找帮手，也要找士林宗的正牌法师，对吧，季公子？很对啊。不过罗管事的担心也没错，韦家主被下毒，确实有人要害他。不怀疑妖，却在怀疑人。妖狐明明就在韦府，昨夜死了2人，其中1名还是士林宗的丹花法师。如此凶残，要不是我提前把韦家主藏了起来，说不定……我还能喝，还能喝，酒呢？酒。坐下吧。给柳少爷备一碗醒酒汤。是。妖物害人，何须下毒？直接挖心便是。假新郎聊完了，是不是假新娘也该聊聊了？别一直假新娘假新娘的唤我，我有名字的，我姓雾，雾里看花的雾，妄言则乱的妄言。我爹娘给我起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叫我不要乱说，不要胡说。所以，我说我不是狐妖呢，就不是。可你身上确实有妖狐的气息。金陵法师，你这是盯上我了。若真对我有意思，不如私下聊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孤男寡女的可不能随意私下见面，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就好了。哦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这只九尾狐，好不容易寻来了这一截断尾，靠着它和主人的感应，一路追踪到了韦府。确实有九尾狐的气息，你为何要找这狐妖？你和他有什么恩怨吗？
算是吧。这只九尾狐妖单名一个尾字，它在落难时被一凡人所救，为了报恩，它不断杀人挖心，维持皮囊与灵力，只为在茫茫人海找到他的恩人，守护其一生平安喜乐。只可惜，求而不得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还在心心念念找他那个救命恩人。小维的恩人是韦家主吗？我猜是的，因此狐妖一定想要杀了他的情敌，于是我就假扮新娘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真守来了一头猪。现如今，众妖皆会画皮之术，早就不需要通过吞噬人心来维持皮相了。那小维为何要杀人呢？妖怪都是邪物，杀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妖是很坏，但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人并非生下来就懂得礼义廉耻，妖也并不是总想着作恶多端。但无论如何，杀人总得有个理由。或许是他断尾后元气大伤，需要吞噬人心，维持人形。既然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，那没抓到小薇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韦府。多此一举。小维的恩人如今躺在床上，都快要死了，他一定想办法救人，怎么还会走呢？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是小薇吗？布庄生意繁忙，内外都需要我打理，我不能一直留在府内。要想离开韦府也可以，还请诸位配合我一下，要承受我的血印符，这样就算逃，天涯海角我也能追踪到。等一下，我们是适龄宗法师，也要弄这个东西吗？妖会画皮，人会说谎，我怎知你是否真的是适龄宗的人呢？你吓我一跳。罢了罢了，清者自清，就配合你一下吧。死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吴法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我们啊？不是我，是小薇。小维。这狐妖难道真的法力通天，竟能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同时给我们打上了死咒？不，除了法力通天，还可以设置条件，让咒术自动生效。比如让我们这群人同时做某件事情，或者没做某件事情，都能触发死咒。我明白。哎呦！我们都没准备贺礼。两位公子，里面人多势杂，还请留下姓名和您的随礼。你和吴文言假扮新郎新娘，自然没有准备贺礼。小维应该是在礼单上施了咒。
吾送礼而入为府者，必是别有用心之人。小薇用这个条件来过滤筛选，真是聪明。哎，雨薇姑娘，你怎么也没准备贺礼啊？江里穷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咋了？这印记看起来像是月相，而且还在逐渐扩大。方才还是圆形，现在变成残月了。四柱吞命，逐日侵蚀，是进则失。我不想死。虽然中了死咒，但也有所收获，范围一下子缩小了，不是吗？想必3位的手上都没中死咒吧？主，你没中死咒的3个人中，我最怀疑刘微雪，整个人都醉得着不着北了，偏偏走，醉倒在了脂肪，我可不行。不信就对了，他是专程去找罗维的。罗维？这是什么？五时光法师设下了结界，说是可以防止妖怪伤人。挺好，挺好。喝点茶，醒醒酒。柳少爷，望你莫要再如此贪杯，太伤身了。我是为你等酒，才喝了那么许多。罗维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把我放在心上？柳少爷，缘分天定，强求不来的。都说惟妙阁求姻缘最是灵验，我若去求一道符，是不是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？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，罗维眼中只有韦青啊。哎，这韦府地方不大，关系倒是盘根错节的。哟，理由头疼啊啊！可他明明就喝醉了，又如何杀人呢？那玉小姐说，昨晚一进韦府，罗管事就带着她去了脂坊，她和罗管事可以互相证明。相互证明，也可以说是互相掩护。头疼，怎么感觉人人清白，又人人可疑啊？烦死了！到底谁是小薇啊？放心，是狐狸的话，迟早会露出尾巴的。怎么了？我的触感没有了。那该怎么办？
我可不想给你送终哦。我要是小维，一定也会给自己打上死咒的。可那惨叫声响起之时，勿忘言、纪灵、易杰还有玉薇都跟你在一块儿，哪有时间去挖心啊？妖法万千，千里之外亦可取人首级。而且，谁说小薇只有一个人，就不能有帮手了？有道理。连我身边都有你这样的，得力干将。你最怀疑谁？勿忘言和玉薇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死咒开始生效了，已经没了触觉，不疼的。别担心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纪灵，一个普通法师，没有法力，却能让噬灵宗的统领乖乖听话，寸步不离，肯定有问题。唉，这烤银杏也吃不出味道了，好惨。这死咒会渐渐剥夺我们的感官，直到无感尽时。手中月相蚕食殆尽之时，就是我们名副黄泉之日。这个小维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得想个办法，让他露出狐狸尾巴。噬灵宗的法师听命于法师统领，那统领听命于谁？龙神啊。龙神？不能吧？就那傻小子啊，是龙神？可是龙神怎么可能没有法力啊？一直有传言，赤吻在那场浩劫之战中受了重伤，失去了所有的龙神之力。你还记得纪灵手上那枚戒指吗？他使用的妖力，都是从那枚戒指上借来的。我们是追着妖气寻到这里的，你就是那个挖人心的九尾狐。那不是老天帮忙，这下不用去噬灵宗，也能杀龙神了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先静观其变吧。活下来再说。我得先去个地方。微妙阁。姐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坐以待毙？等死咒蚕食殆尽吗？抓到小维，就能解我们的死咒。而且那个纪灵和武时光也中了死咒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他们啊，比我们紧。他们很厉害吗？先不说别的，武时光手上的那串佛珠就非同寻常，名为12念，由12个穷凶极恶的罪者之血凝固而成，代表了12种不同的意念：善念、恶念、贪念、执念、欲念、妄念。好了好了，要是这法器真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落到一个普通的民间法师手里？你真以为他是什么普通的民间法师吗？那纪灵呢？你说。他一看就是个傻小子，冲他笑一笑，连命都给。他啊，比起武时光更不简单，你可不要大意哦。有意思，那我就去会一会这个命定之人。小教你，什么也没找到。
我其实吧，玉薇姑娘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？谁让你躲在里面吓人的？我哪知道是你，我还以为是采花贼呢。你明明都已经看到我了，爸不是故意的吧？那个里面，它光线很昏暗，我根本没有看清楚。哦，那你现在看清楚了？嗯，我应该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长相吧？很帅。所以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很俊朗？很眼熟之类的？不觉得呢？不眼熟吗？是不俊朗。谢谢。你们为什么来罗维房间？你为什么躲进柜子里？我们来查案，你呢？我也是来查案的。啊？你也是来捉妖的？你是民间法师吗？你是民间法师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哪是什么民间法师？这查案呢，也只是为了保命。这要不快点找到小维，这死咒该怎么解啊？我觉得那个罗管家很有问题，我想从他查起。啊。麒麟术。看来是有人躲在里面，通过吸取凡人的心气来修炼妖力。有人，有妖才对，你小心点。是韦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这位姑娘，请问这微妙阁求的是什么呀？这里是姻缘阁，自然求的是姻缘呀。原来这心气源自于情愫，难怪漫天纷纷。这么英俊啊，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？这姻缘阁也太灵验了。官人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急，也不等等我？妹妹，听说这微妙阁求姻缘可灵了，是吗？之前我也觉得，现在嘛，一般。不是说这姻缘符百试百灵吗？你们俩看上去，也不太需要韦大人的姻缘符吧？我们韦大人。不过啊，要求得此符。哼哼，哼哼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好奇吗？好奇。求啊！他说啊，
若要求这姻缘符，得脱去全身衣物，彻底坦诚相见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脱去衣物后，还得告诉韦大人一个秘密。满口妄言。是满心妄言。进阁求福还得脱去衣服。还有，为何跟踪我？我跟踪的可不是你哦。你怀疑他？可他昨夜一直跟玉小姐在一起。倒也不是一直在一起。府中宾客众多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新娘子根本没拜堂。我先带小姐去脂坊暂避一下。罗管家把我带到脂坊后便离开了，我让他去帮我找韦郎过来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五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可他明明就知道，韦庆当时被关在脂坊的柜子内。是啊，如此自相矛盾，你说他的嫌疑大不大？这个罗维来韦府也就1个多月，这韦府上下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他是唯一一个外人，你说他嫌疑大不大？罗维的事我们已经摸过了。嗯。罗维，出生在旧城国，是个孤儿，从小被一个赤脚医婆带大。听说那医婆对医毒有所研究，所以我们怀疑就是他对韦青下的毒，才来房间找证据。我就知道他有问题，还好有季公子你们在，要不然这韦府都得被他们搞得家破人亡。哎，你不是法师，就别操心了。这狐妖危险得很，交给我们诗林宗来对付就行了。唉，之前那个诗林宗法师太弱了。季公子，要是你能早一点来，我就不用靠自己了。阿季，谢谢你。哎，哎，季，我也是为了姐姐。啊，你说玉小姐啊？你们俩姐妹真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罗维竟然还有心思来求姻缘，难道他真的喜欢韦青？时光哥哥怕是没有见过一个女子的真心喜欢是什么样子的吧？我姓吴，可以叫吴法师。这喜欢啊，可以让手持利刃者丢下屠刀，高傲狂妄者低下头颅，身披锐甲者露出弱点，让最精明的人做尽天底下最愚蠢的事，甚至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归处。我坐船来的，一会儿打算散步回去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木头。是你的脑袋。好好的男女之情，两情相悦，被你说的好像妖术一般。这世间情爱啊，就是妖术。啊不，比妖术更可怕。你说，这罗维像是个为了情爱要死要活的人吗？她相比起普通女子，心思更加缜密，藏锋于拙，确实不像。时光哥哥真是聪明。望言妹妹真是望言。谢谢。找到了。季公子，
你手不松开，我怎么给你啊？哦。你来。哦。是解药。这都能闻出来。我可是博览群书的药理天才，证据却走了。看来漂亮的女人都是骗子。怎么还自己骂自己啊？阿七觉得我漂亮。我觉得我们都小瞧罗维了。因爱生疾，爱而不得，只是他给自己画的一层皮。他真正想要的，不是卫青，而是这座韦府。啊。月月姑娘。